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两股阴云笼罩着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个来自神秘的 AI 金融帝国，一个来自远东，却不是中共。24小时内，华尔街上演了一场诡异的变脸。10月20日，英伟达交出了一份历史性的惊艳成绩单，一个季度就卖出了570亿美元的产品，净赚了319亿美元，比去年涨了快70%。因此，当股市收盘后的场外电子交易时段，股价瞬间飙升5%，全网沸腾。然而第二天，剧情却急转直下，收盘时反跌了3.6%。从狂欢到出逃，市场只用了一个交易日。为什么？因为华尔街看到了那个靠10万亿美元支撑起来的 AI 帝国裂开了一道缝。我们死盯着英伟达，因为它在这个故事里，它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整个 AI 经济的承重墙。在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设备市场，也就是专门用于教 AI 思考的那个高端芯片领域，英伟达占了90%的份额。在整个 AI 芯片市场，英伟达也控制着86%的地盘。虽然谷歌、AMD、Intel 和几个中国公司也在追赶，但在最核心 AI 硬件领域，英伟达无可替代。微软、谷歌、Meta 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砸进去数千亿美元搞 AI 建设，大部分钱最终都流进了英伟达的口袋。因此，英伟达是整个 AI 大厦的地基。如果这个地基出现裂缝，上面那些数万亿美元的摩天大厦，包括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美国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美国经济，都面临系统性危机。最近在 X 平台上有2篇很火的帖子，他们基于同样的数据，但对英伟达的未来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个帖子来自网民 Ricardo， 他的结论非常惊骇，他声称整个 AI 经济金融大厦就是个庞氏骗局，英伟达甚至可能存在财务欺诈的迹象。他列举了以下论据：第一，英伟达目前应收账款，也就是客户打的白条，有334亿美元，比去年涨了快1倍。第二，英伟达的库存，也就是仓库里没有卖出去的货，价值198亿美元，这在过去3个月内就涨了30%多。第三，英伟达利润和手里实际拿到的现金差了48亿美元。他的逻辑很简单，英伟达账目上记录的大量收入，却是那些客户根本没有真付钱的。另外，他声称英伟达挣的很多钱其实是左手倒右手，英伟达投资给 AI 公司， AI 公司用这些钱再买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再把这些钱记录为他的收入。他还指出，那些最精明的投资大鳄已经离场了。硅谷创投教父 Peter Thiel 卖掉了手里的英伟达股票，孙正义的软银集团也抛售了大量仓位，而那个曾精准预测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 Michael Burry 更是购买了11亿美元的看跌期权，就是赌英伟达的股票会崩盘，英伟达跌得越惨，他赚得越多。Ricardo 的最后结论很直接，目前的 AI 金融要么是历史上最大的科技转型，要么就是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工程骗局。而他的整篇帖子都在讨论后者。而另一个网民是 Akash 的人却完全不同意 Ricardo 的分析，说 Ricardo 的分析是对正常商业实践的耸人听闻的误读，因此他一条条反驳了 Ricardo 的证据。首先，英伟达没有收回的账款增加89%不是问题，那是因为英伟达收入本身就增长了62%，总收入增加了，没收回的账款数目自然会增加。英伟达平均要53天才能把欠款收回来，专业术语叫 DSO， 也不是大问题，这个数字在行业中属于正常范围。英伟达的竞争对手 AMD 的平均日子要68天呢。那么英伟达库存增加的问题呢？阿卡什说，这是英伟达为了迎接新一代芯片 Blackwell 的量产，在新产品发布前多备点货，是做生意的老规矩了。前面提到的
循环融资，也不是左手倒右手的欺诈，这叫做供应商融资。简单说就是借钱给客户买自己的东西，就像汽车厂商提供贷款让你买车一样，是重资产行业几十年以来的标准做法。台积电几十年来一直要求客户先付定金来确保产量，波音公司也向航空公司借钱，好让他们能够买得起自己的飞机。而投资大佬 Thiel 抛售英伟达股票，也不是他有什么内幕消息，他的基金40%都是英伟达，一年内赚了 1.5 倍，赚了这么多钱之后卖掉一点落袋为安，这叫风险管理，不是内幕交易。至于那个赌英伟达股票会暴跌的 Barry， 他以前在特斯拉股价180美元的时也是赌特斯拉会跌，结果特斯拉后来涨到了1200美元。他的日本通缩交易也是看错了15年。一个经常预测错误的专门做高风险投资的经理，他的投资决策不值得特别关注。Akash 的结论也很明确，英伟达的问题不是造假账的问题，而是客户能不能一直买下去的问题。他认为这不是2008年雷曼兄弟那种账本本身有假的骗局，更像是2000年的思科。东西确实卖出去了，钱也确实收到了，但一旦互联网泡沫破了，需求一夜消失，思科随即股价暴跌90%。两个观察者相同的数据，完全相反的结论。我最初倾向于相信Akash的结论，但当我就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后，4个新的线索让我开始怀疑我最初的判断。第一个线索来自 OpenAI， 就是那个在3年前做出 ChatGPT 启动这轮 AI 经济的那个公司。它不仅仅是英伟达的客户，更是整个 AI 生态圈的核心枢纽。微软给 OpenAI 投了130亿美元，谷歌、Meta 也都在疯狂购买芯片来对抗 OpenAI。可以说 OpenAI 就是这场 AI 军备竞赛的发动机。因此 OpenAI 的财务健康直接关系到整个 AI 金融体系的健康。最近有人在网上却爆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OpenAI 这个目前估值5000亿美元的公司，它雇佣的财务审计公司只有12个人，是一个主要为非营利组织设计的非常不起眼的财务审计公司。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像让一个社区诊所的医生去做心脏移植手术。98%的美国标普500企业使用的都是全球最顶尖的4大会计师事务所。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公司业务非常复杂，需要大阵仗的专业会计团队才能查清里面的各种潜在猫腻，从而达到真正财务审计的目的。更关键的是， OpenAI 在今年10月将核心业务转为盈利型公司后，完全绕过了美国严苛的萨班斯法案的要求。这意味着什么？ OpenAI 的财务没有经过美国证监会的监管，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财务公司核实它的真实收入状况。更让人震惊的还是第二个线索，有人对整个英伟达和 AI 金融体系的资金流做了详细的分析，结果发现英伟达2025年收入中，大型云服务提供商包括微软、亚马逊、谷歌、甲骨文等占了约44%。在这些科技巨头中，微软不仅是英伟达的大客户，还是 OpenAI 的最大投资者，对 OpenAI 投资超过了130亿美元。当你追踪这些资金流动时，你会发现一个复杂的一个网络。英伟达投资了一些 AI 公司，其中包括 OpenAI， 而这些 AI 公司用融到的钱去购买英伟达的芯片。这些 AI 公司和英伟达因此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闭环系统。AI 行业的大部分资金都在这么几家巨头公司之间流转，这就像一群人坐在一圈，把钱传来传去，每个人都记账说自己赚了钱。如此大比例的资金内循环，你把它叫供应商融资吗？这已经属于循环记账的范畴了。第三个数据是那个有关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的问题。根据美国通用的会计准则规定，当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就是 DSO 超过60天时，公司必须承认这笔钱可能收不回来了，因此需要在账务上
扣除这类款项的部分价值。为什么要设立这个60天红线呢？因为会计准则认为，如果你的钱超过60天还收不回来，这笔账就开始变得不可靠了。也许客户根本就不打算付你钱了，或者他们已经付不起了，所以公司必须承认这笔钱可能收不回来，因此需要从账目上扣掉一部分价值。英伟达当前的回款天数是53天，距离强制减值的那个线只有7天了。而且前面提到了，英伟达应收账款在这个季度的增速是 89%， 远超它收入增速的 62%。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很可能在2026年第一季度就会触发强制减值的红线。最后一个线索是更具体的实例，这个实例就让所有的理论都变得更加现实。一个叫 CoreWeave 的专门建 AI 机房的公司，借了约150亿美元来买英伟达的芯片建数据中心，这听起来很正常，对吧？但等等，英伟达为这个 CoreWeave 的8.6亿美元设施提供了担保，这意味着什么？CoreWeave 借巨额债务买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把它们记录成为它的收入。但是如果 CoreWeave 还不起钱，英伟达要负责还这笔钱。这就像一个卖车的人，不仅卖车给你，还给你做车贷担保。如果你还不上贷款，他得掏腰包赔给银行。英伟达这样干的好处是，它既能保证自己的芯片卖出去，又能保证它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看起来很干净。但实际上，英伟达却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隐性债务风险。那么这笔操作虽然合法，但是金融界对它却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安然式的表外风险转移，意思就是把风险藏在大家看不见的角落里。那么安然这个公司的结局如何呢？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拼在一起。为什么这些新线索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最初的判断？因为规模决定性质。少量的循环交易，这确实可以叫做供应商融资，属于正常的生意往来。但是大部分钱都在同一个小圈子里头转，这就开始有庞氏结构的味道了，或者叫做蔡东强补气强了。回看历史，你会发现史上最大的那些金融骗局在一开始都是合法的。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安然公司，它当年搞的大量复杂的账外交易，那都是合法的。2008年那些层层包装让人眼花缭乱金融衍生品，什么 CDO 了 CDS 了等等，也都是合法的。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做大，恰恰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法律的漏洞，钻了监管的空白，等到所有人醒悟过来，一切都太晚了。安然公司造假败露后，才有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才有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他们是用来亡羊补牢的。现在同样的剧本似乎正在 AI 行业重演。2000年的思科公司是互联网时代初期的明星，它的生意是真实的，实实在在卖出了大量的网络设备，挣了很多钱。但是互联网泡沫一旦破灭，需求开始暴跌，思科股价也就随着暴跌 90%。 好在公司最后活了下来，因为思科的遭遇不过是诚实做生意，但被市场需求先热后冷的周期性给坑了。那么2001年的安然公司就完全不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会计骗局。安然通过复杂的手段造假账，用无数个空壳公司来隐藏他自身的债务，虚构收入，最终公司破产，高管坐牢，几万员工丢了工作，很伤脑筋。安然代表的是系统性欺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那么2025年的英伟达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首先在销售真实性上，英伟达的销售应该是真实的，但是让人担心的是，它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种闭环交易，钱在同一个小圈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英伟达的销售比思科要可疑很多。其次，在表外风险方面，当年思科没有隐藏任何债务，账面上有什么就是什么，而安然却用了大量的账外债务来隐藏它实际的债务，成为安然最终崩盘的导火索。英伟达给他的客户提供了
8.6亿美元的担保，客户借钱买芯片，客户还不起，英伟达要负责。英伟达那么有钱，却干这种把风险转移到账目外面的事情，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而英伟达却这么干了，要么是他们的财务人员在有意玩可爱，但是他们这么做也难免让人感觉他是不是在隐藏什么。另外，英伟达生存的这个金融体系中的关键公司 OpenAI， 在财务审计和金融监管方面都存在着我们前面提到的让人非常担心的潜在致命伤。综合以上各个维度，英伟达目前同时拥有2种危机。一方面，它可能有思科遭遇的需求过热的风险，因为它目前相当比例的收入依赖闭环交易，真实独立需求非常不明朗。而另一方面，英伟达的故事中也隐藏了安然式的结构性风险，包括账目之外的账表外隐藏债务的迹象。因此，英伟达的最终结局取决于这2个危机未来会如何发展。但是，英伟达和 AI 经济帝国对美国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绝对比当年单一的思科或安然都要大很多。因为 AI 经济承载了3个放大性的因素。第一， AI 经济规模更大， AI 行业现在的总身价是10万亿美元，建立在 1.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承诺上。安然崩盘时市值不过700亿美元，已经是震动全球。如果英伟达出问题，影响将是安然的100倍以上。第二，依赖性更强。安然当年主要是倒卖电力和天然气合同，虽然重要，但倒了大家顶多换个供电局。但现在 AI 正在全面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世界大国博弈。如果美国的 AI 地基崩了，不光股票暴跌，美国人生活也要受影响。那更可怕的是，世界格局都可能因此改变。第三，目前这个情况具有高度耦合的系统性的级联风险，这是最危险的。安然倒下是一个公司倒下，但英伟达、微软、OpenAI 等这些巨型 AI 公司是相互依赖的。英伟达卖芯片给微软，微软投资 OpenAI，OpenAI 买微软的云服务，微软用这个钱再买英伟达的芯片。一旦这个环断了，整个链条就散架了。只要买英伟达芯片的人少20%，恐慌就会像病毒一样传染，最后可能导致整个 AI 行业资金快速蒸发掉。这不是瞎猜，这是经过严格数据推理得出的结论。回到节目开头的问题，英伟达股票1天内从大涨变成大跌，华尔街到底看到了什么？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那是一个极度恐怖的画面，但绝对不是一个没有阴影和危机的画面。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第2个来自远东的阴云，那又是什么呢？那块阴云来自日本，更确切的说，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的飙涨，在撼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这里我先给大家报3个数字，记住这3个数字，因为它们可能会定义你我未来10年的财富命运。第一个数字 3.41%， 这是日本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11月21日那天创下的，是自1999年以来最高点。第二个数字20万亿美元，这是全球用日本的钱到世界各地投资交易的总规模，相当于中国1年 GDP 的总和。第3个数字 260%， 这是日本政府欠的债占日本 GDP 的比例，世界最高，没有之一。把这3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世界金融恐怖故事，是一个可能把全世界包括美国包括你我卷进去的一个故事。要理解这次危机有多可怕，咱们先得搞清楚一个概念，叫做日元套利交易。说白了，就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借钱游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不景气，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央行就想办法把利率降到并保持接近于0的状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去日本银行借1亿日元投资，利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
因此，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一看，这不是白捡了钱吗？于是，他们过去30年就一窝蜂地跑到日本，以接近零的成本借一大笔日元，然后把这笔钱换成美元、欧元等，去投资美国和欧洲债券这些极低风险的金融产品。例如，极度保险的美国国债目前都有3%、4%的收益，这些人基本就是稳赚不赔。这就是日元套利交易，说白了就是拿日本的免费午餐券去全世界吃大餐。而且这顿免费午餐一吃就是30年，因此全球金融体系就像吸毒了一样，对日本的低利率产生了深度依赖。到今天，这个游戏的规模已经膨胀到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中国1年的 GDP， 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过去30年，全球股市繁荣，房地产价格上涨，科技公司估值屡创新高，很大一部分都是靠这20万亿美元的日本免费资金撑起来的。那现在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这场持续了30年的免费午餐要终结了呢？答案很简单，日本自己快被这个全球免费午餐给压垮了。首先，日本国家债务实在是太重了，日本政府欠的债是全国 GDP 的2.6倍。以前日本能撑得住，靠的是一个字儿，拖。因为利率接近于零嘛，政府借钱几乎不用付利息，那就继续借新债还旧债，拖一天是一天。就像一个人欠了一屁股信用卡的债，但是因为银行给他免利息，他也就一直拖着不急着还了。故事的反转是因为在日本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在过去1-2年突然在日本冒出来了。日本今年的通胀率达到了历史性的 2.5%， 而日本的工资增长只有 1.8%， 这意味着日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这让日本央行立刻面临了一个无解的境地：加息吧，那会让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还不起债，那么进一步引发债务危机；而不加息吧，日本通货膨胀越来越高，日元持续贬值，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穷，两条路都是死路。而近期中共针对日本政府找事儿，除了最近对高市早苗的口诛笔伐外，中共今年在钓鱼岛附近军事入侵增加了 20%， 光11月就有15次。这成为迫使日本宣布在2027年之前把它的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2% 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但是这额外的军费开支从哪儿来呢？只能是继续借钱，这就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涨，让日本政府负债进入恶性循环。11月19日这天，3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飙涨到了 3.41%， 创下199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标志着一个全世界享用日本免费午餐的金融时代的终结。那有人可能会说一方面那是日本的事，而另一方面那是国际大金融投资机构的事，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那关系大了去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20万亿美元的日元套利交易，已经把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给深度绑定了。一旦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一些关键的国际金融机制就会被启动。这个联动机制是这样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涨，就会引发日本银行借贷利率上涨，这样一来，日元就会升值。为什么？因为更高的日本利率意味着把钱存到日本银行能赚很多利息，全球资金涌入日本，对日元的需求就会增加，那么长期来说就会引发日元汇率的上涨。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之前那些借日元去世界投资的机构，他们借的是利率和汇率很便宜的日元，现在日本汇率涨价了，那他们要还的时候就得用更多的美元、欧元去换日元还债，原来赚的那个美国和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差，可能就不够补未来日元汇率的这个上涨了。那更可怕的是，这些金融机构在借日本人钱在投资时都加杠杆操作的，就是借了1亿日元，他们会利用各种金融投资手段，把这1亿日元撬动成实际上是10亿日元的投资。在过去闭着眼睛稳赚的时候，这种金融杠杆操作能把投资人的收益放大10倍，但是一旦出现亏损的情况，这额外的杠杆就可能是灾难性的。
当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后，因为日元从此出现了长期升值的危机，这就会引发那些美国和世界大量使用免费日元的金融产品价格下跌。这样一来，一些机构就会发现，我账面开始亏损了，而他们的资金管理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资金管理机构就会强迫要求这些投资人去追加保证金。通俗说就是你得马上补钱进来，否则我就会把你目前的金融产品用目前你亏损的价位抛售，把投资机构的账面损失变成实质上的损失。那么这些投资机构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开始卖那些原来用免费日元买的金融产品，美国和欧洲的债券啦、股票啦，甚至包括一些新兴市场的基金等等，什么都可能被迫因此被抛售。而当大家都在疯狂抛售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相应的债券了、股市了，就可能出现暴跌，而每一轮暴跌都可能引发更多的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从而引发更多的抛售。这就是金融市场的死亡螺旋。有专家预测，如果美元对日元汇率跌破140，现在是150左右，就会触发很多机构同步追加保证金，新兴市场会失去3%到5%的外资，美国股市可能下跌5%到10%，而美国的科技股跌幅可能高达12%到20%。同时，全球利率会上升0.5%到1%。利率上升就意味着房屋贷款的利息会变贵，车贷会变贵，信用卡利息也会变高，因此引发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从而进一步引发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等等。正是因为世界金融体系已经变得如此高度耦合，牵一线就会动全身，一旦这个系统内部出现自激反应，那将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开始起因只不过是泰国货币出现贬值的问题，最后因为一连串的自我激发的应对反应，整个危机横扫东南亚和韩国，最后造成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一次是来自规模远远大于泰国的日本经济，其中可能影响到的数目是惊人的20万亿美元这个规模，而且背后还隐藏着30多年的这个历史。就在日本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高的2天后，日本政府又突然宣布要推出一个11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说是要用这些钱来帮日本民众对抗通胀对他们生活的负面影响。这简直就是一场火上浇油的疯狂剧。日本现在的通胀本来就是前几轮印钱刺激经济造成的，现在通胀造成日本人生活水平下降，但是日本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印更多的钱，搞更大规模的刺激。这就好比一个人喝酒喝的胃出血了，医生说你得戒酒啊，结果他说不行，我得再喝2斤，用酒精给我上口消毒。有个别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明斯克时刻，就是当政策本身变成了他声称要扑灭的火焰时，当刺激措施本身成为危机的源头时，整个系统就可能进入自毁的死亡螺旋。我们今天提到的威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这2块巨大的阴云，它们最后是会被命运的大风给吹散呢，或者是真的给世界会带来灾难性的暴风雨呢？没人知道。但是关注这些阴云，至少提醒我们持续关注这个随时可能是危机四伏的世界。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